小熊，再偷吃，今晚的灵果全扣。猛火6秒，爆香底料。小兔，别打瞌睡了，3号刀工，肉泥细度5毫。小白，就是现在，香料。大功告成，我们的饭店可以正式营业啦！林老板，3天期限已到，50块下品零食，明天日出之前要是拿不出来，老子就把你客栈的地契收走，再把你发配去矿场，给人洗一辈子工桶抵债。我堂堂现代跨国餐饮集团的研发总监，居然穿成了一个父母双亡、背负巨债的客栈老板娘。黑爷，您别动怒啊！林夏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对街的春风楼已经花高薪把我挖走了，你这破店，明天肯定1毛钱赚不到，你就等着地契被收，以后连讨饭都没人给你一口热汤喝。王大勺，你不仅偷拿客栈的买菜钱，现在还要卷走最后的食材，是又怎么样？你一个连灵火都生不起来的废物，还想翻盘不成？没有我，你这客栈连火都生不起来。少废话，听懂没？宁夏日出，拿不出钱，直接绑走拿地契。慢着。区一个连火候都掌握不好的3流厨子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你现在可以滚了，以后别求着回来给我洗碗。这臭丫头疯了吧？没有老子，谁给你做饭？难道靠你店里那只没人要的废宠吗？就靠它。用一只毫无灵力的宠物狐狸做菜，林夏，你是想笑死老子，好继承老子的鬼头刀吗？九尾天狐血脉，可精准探寻方圆10里内的所有极品香料。蠢货，这哪是废宠，这分明是行走的极品黑松露探测仪。光头，打个赌吧，我不仅连本带利还你60块零食，我还要你亲自把这个胖子给我丢出这条街。行啊，镇上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明早你要是拿不出60块零食，连客栈带你的人全归我。我们走。我呸！死到临头还装腔作势，我看你明早怎么死。去吧，找最香的东西。异界版顶级黑松露，不，这霸道的香气不仅碾压了地球上最顶级的白松露，里面居然还蕴含着充沛的灵气，干得漂亮！等赚了钱，给你买最顶级的小鱼干。哟，这不是快破产的林老板吗？拿块发臭的黑泥疙瘩来消烦老夫，拿走拿走，1块下品零食都不值。是吗？既然百草阁不识货，那我就把它卖给隔壁春风楼。这可是极品黑玉玄香熏，只需切下纸薄的一片放入汤中，哪怕是白水，也能变成洗髓法骨的顶级灵膳。5块零食你不收，春风楼的老板绝对愿意出10块。哎，等等，林老板留步，刚才是老朽眼拙，5块零食我收了。成交。距离明日出还有1整夜的时间。小白，走，拿着我们的启动资金，去买全自动燃气灶和无情破壁机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纯血锋刃狼幼崽，只要50块零食。哎呦我的天，你这死畜生，又烧老子的摊布！老王，你这只灵兽都砸手里3个月了吧？一天到晚乱喷火，谁敢买？就是买回去当定海神针吗？指不定哪天晚上就把主人的房子给点了。老子今天非扒了他的皮烤肉吃！慢着，小丫头，少多管闲事！这畜生烧了我3块上好摊布，我打死他也是活该。他怎么烧你的摊布我不管，这小家伙卖吗？卖，当然卖。小姑娘眼光真不错，这可是火系灵兽，虽然脾气有点大，但培养好了绝对是一大战力。我看你有缘，5块下品零食你拿走。老王，你这心也太黑了，1块石头都不值的东西，你卖5块。这群古代土巴子懂什么？不会打架就是废物。
在现代米其林大厨眼里，这分明就是一台全自动、精准控温、无烟环保的顶级猛火燃气灶。5块零食，老板，你当我是冤大头吗？这镇上又不止你一家卖杂售，我也就是图个新鲜，想买个生火取暖的玩意儿。小白，我们走。姑娘留步，价格好商量，3块、2块也行。1块下品零食，多1个铜板我都不要。成交，1块就1块，赶紧拿走。出了这门，他就是把整个青云镇点了也跟我没关系。成交。别怕，以后跟着我，保证你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极品坚果。这丫头是不是疯了？带只掉毛的狐狸，又买个随时自燃的胖熊，这哪是买零售，这是买了个炸药桶回家呀！一群土鳖！死兔子，又割坏我的笼子！老子今天要把你这对长耳剁下来下酒！割坏铁笼。小白、小熊，走，我们的破壁机有着落了。疯了！这只多动症兔子又发疯了，谁来把它弄死？我倒贴10个铜板。多动症加风系灵力失控，这玩意儿带回家就是找死。老李，你就当倒霉，一刀宰了算了。老板，这兔子我买了。姑娘，你不要命了？这死兔子连金刚笼子都能切开，它控制不住自己。多少钱？卖！你真要买，立刻迁走。这人是不是糊涂了？净挑废品买，估计明天就能听到他家被收走的消息了。神经衰弱，极度多动，情绪紧张时耳朵会不受控制释放风刃，严重破坏周围环境。残影刀工，风刃释放速度极快，可在1秒内完成上百次切割，微米级精准，切割厚度完全一致，误差趋近于0。这简直是切菜剁肉打肉泥的究极全自动无情破壁狙！什么出身刀工，在这只兔子面前全是渣渣。以后跟着我，保证你每天都有新鲜的胡萝卜吃。走，我们回家做大餐。时间紧迫，开工。小白，你负责看门，有人来了立刻叫我。在青云镇土著眼里，这是连狗都不吃的垃圾，但在我眼里，这可是做撒尿牛丸和干煸肥肠的绝佳食材。小兔，看这里，在后厨眼不见心不烦，这样你就不会紧张了。听好指令，铃铛响1下开始切肉，响2下停止，明白了吗？完美，这破壁机绝了！接下来该处理火候了。小熊，听指挥。好孩子，左脸文火，右脸爆炒，误差不超过0.1度，绝品燃气灶，就位，开始出餐。林老板，天亮了，时辰已到，60块零食，你是自己拿出来，还是老子亲自动手绑人？黑爷，您就别等了，他这破店连根葱都没剩，上哪儿变灵泉去？我看直接拿地契走人得了。黑爷，急什么？我客栈既然开门做生意，上门的都是客，既然来了，不如先尝尝我新出的菜品。好香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黑爷，您可千万别上当！那盆里装的可是最低贱的猪大肠和满是牛筋的死牛肉，这些下水连镇上的野狗都不吃。这臭丫头想用这种垃圾敷衍您呢！猪大肠，你耍老子？是不是耍你？尝一口不就知道了？怎么，黑虎帮的黑爷连吃颗肉丸的胆子都没有，怕我下毒？放屁！老子在刀口上舔血，会怕你一颗肉丸？黑爷，快吐出来！那可是最脏的下水，吃了要拉肚子。滚开！
这辣味儿仿佛一团烈火，带着让人头皮发麻的爽快感，肉质的鲜美和弹牙的口感完美融合，外酥里嫩，没有任何腥臊味儿。这真是猪下水！这不可能！没有灵火控温，怎么可能把这种垃圾材料做得这么香？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黑爷，别碰我！突破了！黑哥卡在炼体期3年了，吃个肉丸子居然突破了！林老板，不，林大姐，神仙手艺，简直是神仙手艺啊！那这60块零食的账怎么说？这钱算个屁！全归您，之前的账一笔勾销。大姐，明天这肥肠和牛饼还有吗？我包场，我出双倍价钱。黑爷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肯定是在里面下了致幻的药。他一个连火都不会生的人，怎么可能？聒噪！你个不长眼的东西，敢污蔑林大姐的手艺！刚才林大姐说了，要老子亲自把你扔出这条街，老子说到做到。黑爷饶命！各位街坊，如你们所见，我林记客栈不仅没倒，反而推出了全新菜品。不过因为食材处理复杂，为了保证品质，从今天起，本店实行限量供应，每天只接待20桌，先到先得，过时不候。什么限量？刚才黑爷吃的都突破了，那味道香的我口水都流干了。让开让开！林老板，我要预定今天的第1桌。我出2块零食，给我一份那什么牛丸。第1桶金稳了。辛苦了，我的大厨们，吃饱喝足。今天开始，我们要把对街的春风楼彻底干趴下。开门，林老板开门啊！别挤我，老子天没亮就在这排队了。今天这第1桌我包了。去你的！我出5块零食，谁敢跟我抢？各位，静一静。早上我说过，林记客栈全新升级，每天只接待20桌。发完木牌绝不加座。什么？真只有20桌？林老板，你这有钱不赚是不是傻？我可是李家2公子，给我留个单间。抱歉，不管是谁，一视同仁，排队拿号，不按规矩来的，林记永不接待。我的天，哪有酒楼敢这么跟贵族说话的？林大姐的规矩就是我的规矩，谁敢插队，先问问老子的鬼头刀答不答应。1号，我是第1号，别抢！哎呦，我的鞋！拿到号的客官，请进大堂。这是做什么？做饭还能让别人看？这就是林记的特色，开放式全景厨房。各位看官，好戏开场了，大厨们开工！这是灵狐，拿灵狐当帮厨。我瞎了吗？那是疾风垂耳兔，他的锋刃居然能用来切肉，这刀工连镇上最好的刀客都自愧不如啊！太快了，刚才那片肉薄的都能透光。那是昨天在世上被嘲笑的废虫火爆熊。天哪，它喷出的火竟然是蓝色的，没有一点杂质和黑烟，这控火的能力简直神了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场面，没有满身油腻的厨子，更没有呛人的黑烟，高冷的灵狐备菜，发疯的兔子切肉，还有那只一捏脸就喷火的胖熊。这哪里是在做饭，这简直就是一场华丽的视觉表演啊！太精彩了，林老板，快上菜，我受不了了！来了，第1道沸腾水煮肉片。辣，太辣了，但是好爽！这肉片怎么能这么嫩？简直入口即化！掌柜的，再给我来10碗大米饭！李老板，我预定明天的号，定金我先交了。我也要，我报后天的。累死了，不过赚的真多。大厨们来领奖金了！今天只是个开始。这青云镇的市场太小了，等我们攒够了钱，就去主城开最大的酒楼。谁啊？已经打烊了，要吃明天赶早。大姐，是我黑虎，快开门，出大事了！黑虎，你不是带兄弟们去集市上订明天的菜了吗？大姐，没菜了，全都没了！别说灵肉，连根烂白菜叶子我都没买到。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是春风楼的刘掌柜，
他眼红大姐你今天的生意，刚才连夜砸了重金，把镇上和周边几个村所有的灵肉、蔬菜和灵米全买断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放出话来，谁敢卖给你哪怕一颗葱，就是跟春风楼作对。大姐，他这是要掘你的粮草，活活困死你啊！大姐，刘掌柜是真的发狠了，没米没肉，咱们明天拿什么开锅？买断整个青云镇的食材，好大的手掌！他刘掌柜真以为靠垄断几根菜叶子就能拿捏我？大姐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不用急，我后厨冰窖里的囤货还够撑2天的限量供应。黑虎，你出去放话，刘掌柜想困死我，让他睁大眼睛看好，到底是谁先破产。林老板，我们兄弟几个刚从妖兽森林拼完命回来，就想吃口你家的热乎饭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进？抱歉，今天的20个号牌清晨就发完了。我不管，我有的是零食。今天吃不上那口麻辣鲜香的牛丸，我就把你这店拆了！放肆！谁敢在林大姐门前闹事？黑虎，把刀收起来。各位想吃我做的菜没问题，既然客栈做不下，明天起我推出外带便当和半成品预制菜。外带便当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把做好的饭菜装在食盒里，你们买下去别处吃，甚至带进妖兽森林当干粮。不行，熟食放半天就馊了，冷了之后又腥又柴，那还能叫美味吗？你这是糊弄人！只要我林下出品，就算你带到天涯海角，拿出来吃的时候也绝对新鲜可口。明天中午准时来取货。大姐，熟食怎么可能长久保鲜？除非用昂贵的冰系符箓，但那成本太高了呀。不需要符箓，看好店，我去趟零售市场。姑娘，买只冰霜鸟吧，能吐冰块，夏天消暑绝佳。老板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只波波冰史莱姆，快饿死了。饿死？史莱姆不是什么都吃吗？哎，别提了，这倒霉玩意儿确实什么都吞，但它消化不良啊。吃进去的草叶果子全在肚子里被冻成大冰块，一点养分都吸不到，最后全原封不动的拉出来，完全是个废物。你要是想买，5个铜板拿走。无法消化，直接冻结，绝对零度，无损保鲜，消化无良，冻结一切。在现代餐饮总监眼里，这晶莹剔透的身体，这变态的冻结属性，这分明就是一台灵能号超大容量的双开门超级冰箱啊！5个铜板，不要了。钱货两清，概不退改。你这小笨蛋，既然消化不了实体食物，那就不吃饭了。以后我养你，跟我走，给你找最好的灵泉水喝。好了，测试开始，小果冻，张嘴。这也太神奇了！大姐，他没把菜吃了，它消化不了，这是一台完美的保险柜。吐出来。大姐，你真是神了！有了这东西，咱们想做多少外带便当都没问题了。便当只是过渡，刘掌柜不是切断了我们所有的灵肉和蔬菜吗？既然他不让我做普通的菜，那我就只能做点非同寻常的了。黑虎，去镇上召集100个穷苦人家的小孩，告诉他们我有一笔大买卖要给他们做。大买卖？大姐，你想买什么？去毒泥潭抓虫子。林夏那个臭丫头，今天是不是已经关门大吉了？掌柜的英明，黑虎帮那群人昨天满大街找菜叶子都没找到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他现在后厨恐怕连一根烂白菜都没有。哼，跟我斗，他那间破客栈的地契早晚是我的。你们2个别把面粉弄洒了。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大姐，人找齐了，镇上最穷的60个小乞丐和皮猴子全都在后门等着了。走，干活去。黑老大说这里有活干，能赚钱吃饭。能，不仅能赚钱，还能让你们吃肉吃个饱。大姐，你真要带他们去毒泥潭啊？那里全是能夹断人骨头的铁甲毒前蟹，那玩意儿浑身是硬壳，不仅夹人，壳里还带毒，连最低级的妖兽都不吃。夹人是因为没找对方法，带毒是因为做法不对。听好了，去镇外的毒泥潭抓那种长着大钳子的硬壳虫子，一只钱虫我给2文钱，如果能抓满1篓子，我不光给钱，还请他吃我亲手做的饭。2文钱一只，还能换肉吃，捡1天柴火也卖不到几文钱啊！我认识最深的地方。这哪是毒虫？这分明是极品小龙虾和帝王蟹的杂交完全体啊！大姐，怎么抓？用长竹竿一头绑上一块散发腥味的死猪肉，别直接下水。哇，抓到了！就这么干，注意安全，别用手碰钳子。大姐，装不下了，背篓全满了。可是这么多，怎么运回去啊？雇牛车太贵了。不用牛车，小果冻，到你上场了。去，全吞了，当做存粮。
我的老天爷，这软泥怪到底能装多少东西？只要不消化，它的内部空间就是无限的。完美的活体冰镇运输车，走，满载而归，回客栈。掌柜的，林老板回来了。买到菜了吗？没买到菜，他拉回了整整一大车毒泥潭的毒钱虫，那虫子连狗都不吃啊！哈哈哈哈，穷疯了，真是穷疯了，竟然要拿毒虫做菜！王大勺，你这钱老板离死不远了。掌柜的放心，那种毒虫的壳比铁还硬，煮不烂嚼不动。今晚他的临济客栈必将身败名裂。毒不过是外壳上附着的一些寒性粘液罢了。遇到高温爆炒和13种至阳至烈的香料，这些粘液就是最好的提鲜剂。小熊起锅，最高温猛火。大姐，这真的是毒泥潭里的虫子？现在它们叫13香麻辣小龙虾，出锅，尝尝。大姐，真没毒？吃。这肉质太紧实了，弹牙，而且这麻辣的味道直接冲到天灵盖，太爽了！大姐，那硬壳上的毒呢？毒素遇到高温和八角桂皮，早就被中和成了提鲜的氨基酸。这道菜今晚能卖爆，但堂食坐不下那么多人。那怎么办？外面排队的人已经快把门槛踩断了。黑虎，去镇南的寿逢，给我租20只云朵胖头雁过来。胖头雁？大姐，你要那种鸟干嘛？那玩意儿除了飞得快、吃得多、笨得要命，连最低级的传信都做不好啊！我要的就是飞得快和贪吃。再去裁缝铺加急赶制20件黄色的小马甲，记住要醒目的亮黄色。听好指令，把背上的食盒送到指定地点，拿回客人的号牌和零食，就能吃一口肉，明白了吗？大姐，这能行吗？让鸟去送饭，这饭菜在天上飞一圈，到了客人手里早就凉透了，还怎么吃？小果冻开张了。黑虎，把客栈大门打开，告诉外面的人，今天不仅有堂食，只要交了钱拿了号牌的，无论在镇上哪个角落，半个时辰内饭菜从天而降。终于开门了，给我来一份牛丸！都别急，今天林老板定了新规矩，同城空投，交钱留地址，热饭送到家。老子在城北营地等你送过去，菜都馊了。就是，我才不买带走的东西，我就要坐这儿吃。信不信由你们，不想排队的交钱留地址，若送到的菜凉了一丝一毫，我双倍退钱。行，老子信你一次，给我送2份那什么小龙虾到城西兵营，要是凉了，老子回来砸店。好嘞，小果冻开工了。城西兵营最高那个帐篷，去吧，1号骑手。掌柜的，算算时间，那林夏若真敢拿毒钱虫做菜，现在客栈里怕是已经毒死一片了吧？搞不好镇卫军已经去查封了。那是自然，跟我斗，他还嫩了点。走，咱们去对街看看热闹，顺便把地契收了。什么味道？好香！掌柜的，你看天上，那是什么鬼东西？鸟还会送饭？你们等着吧。那林老板说半个时辰送热饭过来，要是敢糊弄我，我带你们去砸。我的个乖乖！烫手的，真的是刚出锅的，神仙美味，神仙美味啊！兄弟们，吃！我要3份，送到城东李家大院。给我来5份，送到南城门守卫处。我要10份，送到……算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家在哪儿了。反正那条街最穷的那户就是我。我花重金买断了全镇的食材，本以为能困死他，结果他用满地爬的毒虫和没人要的笨鸟，直接把饭卖到了全城。掌柜的，咱们今天中午好像一个客人都没来。废物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给我查！那黄衣服的鸟到底是怎么把饭保温的？爽，太爽了！这小龙虾辣得老子舌头都麻了。就是太辣了，要是有口凉水解个渴就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
这才是神仙日子啊！告诉林老板，这什么冰镇酒，老子还要10桶。大姐，果酒快不够了，外面点名要冰酒的人已经排到街尾了，咱们买的那些廉价灵果全榨干了。别急，去把后院那几缸普通米酒搬过来，加点捣碎的野果子调个色。小果冻，辛苦你了，再称一下，张嘴。吐。装桶，空投。今天的营业额足足是昨天的3倍，小果冻记手工。你们这群醉鬼，让你贪杯，明天扣小鱼干。睡吧，明天还有场硬仗要打呢。刘掌柜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掌柜的，肉全坏了，天太热了，咱们又没有那种保鲜的冰虫，全部烂了。全坏了，这可是老子花了500块零食买来的。不仅如此，镇上的人现在都在吃临记的小龙虾和冰镇果酒，根本没人来咱们店了，一个都没有。反击，必须反击，降价，把菜价降到1半，我不信没人来吃。刘掌柜，还钱！你买食材的尾款该结了。我出租也拖了3个月了，再不交钱，我收铺子自己了。堂堂一个在青云镇盘踞10年的大酒楼，怎么会被一个毛头丫头用几天时间就逼到了破产的绝境？刘掌柜，早啊！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不，我是来谈生意的。你欠的这些债，我帮你还了。春风楼这栋3层小楼的地契归我，这已经是你现在能拿到的最好条件。再拖下去，你连命都保不住。好，我签。大姐，咱们赢了！把旧牌匾拆了，换什么？这里叫临记萌宠私房菜总店。青云镇的餐饮，从今天起，我说了算。让一让，我的13箱小龙虾好了没？黑爷，2楼雅间再加2壶冰镇果酒。谁是林夏？滚出来回话！阁下是谁？敢在临记撒野？青云镇这种穷乡僻壤的土狗，也配问我的名号？看清楚了，郡城特级餐饮工会3阶执事赵明。郡城刚会的人，那可是垄断了整个郡城餐饮的大工会啊！连城主府的宴席都是他们包办人物了。完了，这是……你就是林夏？听说你弄了些歪门邪道，把青云镇的餐饮全搅乱了，哼，甚至还让外卖生意抢到了郡城边缘的乡镇。做生意各凭本事，怎么，堂堂郡城大钢会，连这小小的青云镇也容不下？少废话！这是餐饮行会的食神令，我现在正式向你下战书，砸你的招牌！怎么怕了？怕了就立刻跪下，把你的小龙虾秘方和那种冰镇酒的做法双手奉上，再把你后厨那些装神弄鬼的废宠通通解散。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一条活路。好，这战书我接了。什么？不过既然是打赌，总得有个彩头。若是我输了，秘方、店面全归你。哼，那是自然。但若是我赢了呢？你赢？我们工会派出的可是特级御兽大厨，你拿什么跟他比？别扯那些没用的。一句话，我若赢了，我要郡城最繁华地段的那间黄金角铺面无偿使用3年。黄金角那可是行会总旁边最低租金就是天价，这女人疯了吧？还想把店开到行会眼皮子底下？你胃口倒是不小，就不怕撑死？怎么，堂堂郡城大行会玩不起？好，我答应你。3天后，郡城中心广场公开大比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只井底之蛙是怎么死在特地厨师手里的。大姐，你糊涂啊！那可是郡城工会，他们不仅有最顶级的食材，还掌握着无数针的火性刀工灵兽，咱们拿什么跟他们拼？拿什么拼？拿我们独一无二的
现代流水线。大姐，水打回来了。镇外那口灵泉的井水清冽得很，用来煲明天的汤底绝对没问题。放那儿吧，辛苦了。小白，水有问题。没毒，但绝对不对劲。我这20年现代烹饪练出来的嗅觉不会错。散功粉，什么？无色无味，连银针都试不出毒性，但它专门针对修士的经脉，吃了不会死，却会让人灵力尽失，浑身酸软。如果明天评委喝了这水做的汤，那我们就坐实了谋害评委的罪名，不仅输掉比赛，当场处死。赵明那个小人，明面上堂堂正正下战书，背地里玩这种下三滥的阴招。郡城行会果然不会给我公平竞争的机会。黑虎，看好门，我出去一趟。大姐，现在都半夜了，你去哪儿？水系灵兽若千万，我就不信找不出一只能进水的。这是卡皮巴拉，异界居然也有这种生物。极度抑郁，因为长相呆傻且整天哭泣，淹了主人家的地板，被当作垃圾丢弃。就因为长得不讨眼又爱哭，就被当垃圾丢掉。顶级净水器，眼泪是经过体内灵力提纯的绝对纯净水，自带甘甜，可净化一切杂质，情绪稳定，拥有顶级佛系气场。他的眼泪居然是珍贵的顶级纯净水，真是天不绝我灵迹。别哭了，小家伙，跟我回家。明天我要让那群瞎了眼的行会厨子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神级高汤。大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找到干净的水源了吗？这只长得像大老鼠的胖家伙是什么？它是软毛气水豚，以后叫它水豚就行。大姐，这小家伙的眼泪怎么是晶莹剔透的，而且好香？这水太甘甜了。那是自然，它的眼泪是这世上最高级别的净化灵泉。他们以为切断了我的水源就能让我认输，做梦。可是大姐，这水虽然好，但它哭得这么慢，明天比赛煲汤需要2大桶水，这怎么够啊？放心，有它在，想要多少有多少。这是什么？洋葱。这也行？够了够了，辛苦了小家伙，这是奖励。好家伙，这大耗子管产水，软泥怪管喝水。大姐，你这后厨的灵兽还带内部邓产自销的，完美闭环，以后小郭冻的口粮就全包在水豚身上了。这2个捣蛋鬼大半夜的又在争什么？大姐，好像是为了那最后一条小鱼干。糟糕，水豚胆子小，肯定要受惊了。我的个老天爷！大姐，这耗子不对，这水豚神了，它不仅产神水，还能拉架。这就是词条里说的情绪稳定。好了，水也准备好了，大家早点休息。明天我们要去郡城大闹一场。快看，是张特级大厨！张大厨可是咱们郡城排名前3的神厨，听说他能把普通的灵鸡做出凤凰的味道。那是6翼火皇，3阶顶级火系灵兽，用来控火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那是金刀玉女兽，快看那刀刃削铁如泥，这刀工谁比得过？那个敢接战书的乡下丫头呢？怎么还没来？不会是吓得连夜逃出青云镇了吧？执事大人，他来了。就是他，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他连一只灵兽都没带吗？林夏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。你的玉兽呢？藏在推车底下怕丢人吗？既然赵指示这么想看，那就睁大眼睛看清楚了。林夏，你要带着这群垃圾废物跟张特级的火凤比厨艺，这女的绝对疯了！这场比赛简直是个笑话。开始吧，我会用你们眼里的废物教教你们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厨艺。既然你找死，那就按工会的规矩来。周老，您是咱们郡城餐饮界的泰山北斗，今天这大比的题目就由您来出吧。既然是食神令大比，考的自然是最顶尖的手法和对食材的绝对掌控。来人，上主食材。
是幻毒菇！天哪，这可是剧毒之物！这是疯了吗？用毒药当食材？林老板，这就是今天的考题，谁能用这幻毒锅做出一道色香味俱全并且完全无毒的佳肴，谁就是胜者。怎么，若是怕被毒死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，这东西在异界被视为剧毒，但在现代植物学和分子料理学中，这种菌类含有超高浓度的纤维氨基酸，只要破坏其毒素蛋白的结构，它就是这世上最绝顶的天然味精。既然是比赛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玉女兽开刃，火黄炙烤驱毒。快看，张大厨是在用火黄的极高温度强行烧毁毒素，这招太猛了！也就这种高阶火系灵兽能做到。怎么办？咱们没有解毒的药粉啊！停！这是什么刀工？微米级，这是微米级的切割，那只兔子怎么可能做到？小熊，准备。那是被淘汰的火爆熊，它的火焰怎么这么纯净？小果冻上！他在干什么？把菜喂给那个废软泥怪？无知，这叫分子料理中的冰火淬炼法，让食材在极寒中瞬间锁住鲜味，同时破坏所有有害物质。吐出来。那是极品净化灵水，这丫头从哪儿弄来的？这香味怎么可能？幻毒菇那股腥臭味去哪儿了？出锅。异界版分子料理云雾刺身灵菇汤完成，请品尝。周老，这丫头的菜绝对有毒，她只是用软泥怪动了一下，根本没去毒，您千万别吃。闭嘴！老夫这辈子从未闻过如此纯粹的鲜香。突破了！周老卡在金丹期巅峰整整10年，居然突破了！小有大才，这等神乎其技的火候、刀工和提鲜手段，老朽甘拜下风。赵明，你竟敢用工会的名义打压如此绝世奇才，这大比的结果还用老夫宣布吗？我宣布，今日大比林夏胜。郡城，我来了。黄金角铺面3年无偿使用权。赵执事，多谢帮会慷慨。林丫头，以你的手艺，那间黄金角铺面若是开起酒楼，这郡城怕是没有其他同行的活路了。周老，我不打算开酒楼。不开酒楼，在那寸土寸金的地方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要开一家学校，一家专门教别人怎么用普通灵兽做菜的新东方萌宠厨艺学院。开学校教人做菜，教怎么用这种废宠？林老板，你这是疯了吗？秘方不藏着掖着，还要公开教人？在咱们这儿，谁家出了个绝世菜谱，不是传男不传女？他这做法简直就是自断财路。周老，一个人颠勺，就算累死，又能喂饱几个人？我要的不是一家店的火爆，我要让整个帝国的餐桌上都吃上我灵气的菜。只有制定标准，批量复制，才是真正的商业帝国。这等新勋和眼哪里是个乡下客栈老板娘能有的？这分明是帝王之才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临济绝学大放送。不看资质，不看修为，只要你家有火系或者风系灵兽，通通能学。大家安静，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连刀都没拿过，你们带来的灵兽在别人眼里也都是废物，但在这里没有废物，只要听懂我的指令，你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分店的店长。林教官，我们真的能学会您大比时那惊天动地的刀工和火候吗？不需要你们学会，你们只需要让灵兽记住指令。看好了，这就是我灵技独创的 SOP 量化教学法。你们不需要知道火有多大，你们只需要记住，左脸捏3秒是文火，右脸捏1秒是爆炒，这叫火候量化。你们不需要学怎么切菜，铜铃响1次，让风系灵兽甩18锋刃，响2下停手，这叫刀工量化。盐1钱，酱油2滴，按步骤全放进去，不需要你们尝咸甜。不用练10年刀工，只要捏脸和按铃，我那只会吐火苗的土尾狗也能干。能干。黑虎，带他们去后院实操。是。1周后考合格者派往皇城周边城镇担任灵记连锁店主厨。停！你家那只风狼切得太细了，铃铛响2下你没听见吗？那个大叔，你捏火鼠的力度太大了，毛都烧焦了，出来！大姐，绝了，真的一模一样。这只是第一批。皇城那边的铺面租好了吗？早就办妥了，足30家分店，遍布皇城外城各个街道。好，厨师就位了，接下来该让我们的外卖大军给皇城点小小的黄色震撼了。林老板，这整整500只云朵胖燕，您全要了？全要了。还有
通知城里的裁缝铺，我要500件黄色小马甲，明天日出前必须交货。大姐，皇城可比青云镇大多了，这500只胖头雁怕是认不清路啊。皇城再大也大不过一张网，30家分店就是30个中转站，每只胖头雁只负责自己片区的那几条街。不出半个月，我要皇城的那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临记外卖送达的声音。传统贵族垄断的膳食钢行，马上你们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铺天盖地的现代商业洪流。天上掉东西了！哎呦，我的天，那是一只穿着衣服的黄鸟！哈哈，临记的13香小龙虾居然还是滚烫的！这临记到底什么来头？这半个月满城都是这种穿黄马甲的笨鸟，你还不知道？那是临记的外卖骑手饿了吧，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绝世美味。现在外城30家分店，天天爆满啊！快去快去！快去快去！大姐，你这俩灵兽是不是跟街头的混混学坏了？这气场比我当年收保护费的时候还足啊！老员工嘛，带新人总得立点威信。大厨们吃下午茶了。呸！哎，别抢，排队！行了，别闹了。大姐，外面生意这么好，咱们是不是该考虑把店开进内城了？内城那些皇亲国戚世家大族可是真有钱啊！皇城内城的规矩可比外城复杂多了，那里是大使祭祀家族的地盘，他们垄断了皇室和贵族的高端膳食几百年。我们要是贸然进去，等于直接动了他们的祖坟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郡城那个什么工会，不也被大姐你一锅汤打趴下了吗？那不一样，郡城钢会拼的是手艺，但祭祀家族拼的是资源和底蕴。他们手里握着皇城最大的命脉。什么命脉？燃料。我们在外城能这么顺利，是因为外城可以用普通的木柴和低级灵炭做饭，但内城的高端酒楼必须使用祭祀家族逐家垄断的赤岩灵木，没有那东西，高端灵膳的火候根本达不到要求。大姐，咱们有金丝熊啊！唉，它只有一只，一家总店它能忙得过来，可如果是30家分店，甚至以后上百家店，难道把它劈成100半去喷火吗？李老板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谁打的？是内城祭祀家族的铃木厂，他们带人不卖给我们1根木柴，还把咱们在拉柴火的车全砸了。果然，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他们不仅断了铃木，连普通的柴火都不准任何人卖给临记。他们放话了。放什么话？他们说，若是临记这想尽贱民开的破店，不配在临记不主动关门，滚出皇城，他们就让人砸断咱们所有人的腿。这帮王八蛋，欺人太甚！大姐，我带兄弟们去跟他们拼了！站住，跟他们拼？你拿什么拼？拿刀去砍人家垄断了几百年的资源网吗？他们以为掐断了柴火就能让现代餐饮瘫痪？去城南废品厂，把那里没人要的燕刺迷你刺猬给我全买回来，一只都不许剩。大长老，西山铃木厂已经全部封锁，临近那30家分店连1根烧火的枯枝都买不到。我还派人去警告了所有的木炭商，谁敢卖给临记就是死罪。干得不错，也敢在皇城外城掀起风浪，真当我们大石祭祀家族是摆设？大长老英明，他们连水都烧不开。这所谓的外卖风暴，那些平民民要吃不上饭，还不把他的店给砸了？吩咐下去，等明天临记关门大吉，带人去把他的那些秘方和所谓的 SOP 流抢过来。这等生财之道，只能掌握在我们手里。李教官，我们店里的柴火只够烧2个时辰了。我也是外卖最高峰，要是停火，那些订了餐的散修能把我们活撕了。大姐，伙计去城南废品厂了，但买那种刺猬有什么用啊？那东西除了扎人，根本不能吃，也不能干活啊。黑虎，你觉得木柴的缺点是什么？缺点，烧得快，油烟大，而且温度稳定。要是买不到极品的赤焰灵木，普通的木柴根本控制不好火候。对，油烟大，温度不稳定，且容易被垄断，所以我们不烧木柴了。既然祭祀家族不让我们在后厨生火，那我就让客人们自己在桌子上生火。自己在桌子上生火？这是怎么没有灶台？难道让客人在桌子上劈柴吗？老板，买回来了！城南废品厂的燕刺美女刺猬，一共630只，全在这里了。老板嫌这东西吃得多还扎手，10个铜币1大筐卖给我的。买这些没用的畜生干什么？咱们现在缺的是柴火，这玩意儿能顶个。大姐这东西脾气太差了，根本稍微碰一下就炸出出血，而且一旦受惊就乱放热量，这能用来干什么？治睡、暴躁，在现代餐饮眼里，这就是完美的全自动无烟恒固体酒精。黑虎，把这些小家搬下来，小心点，别碰他们的刺。通知所有分店，今晚所有的普通炒菜外卖便当全部停售。从今晚开始，临记推出全新餐饮模式——海底捞式零售火锅。火锅，后厨不需要再生火炒菜，
你们只需要让小兔和他的徒弟们把新鲜的食材切成薄片端上桌，然后把一只睡觉的刺猬放在这锅底的空心托盘里，倒入我熬制好的底料汤头，让客人们自己涮肉吃。用睡觉的刺猬做恒温乐园，大姐，这能行吗？这种自己煮的吃法，大家会认账吗？相信我，围炉聚餐的魅力是任何人类都无法抗拒的。怎么还不开门？这都过了饭点了。听说林记被祭祀家族切断了柴火，是不是做不出饭，准备跑路了？退钱！老子昨天订的外卖呢。各位客官，久等了。由于木柴短缺，今晚林记停售所有炒菜。什么？停售？但作为补偿，林记今晚推出绝密新品自助零售火锅，菜品全场半价，且免收生活费。请各位入座，体验自己当大厨的乐趣。自己当大厨什么意思啊？免收生活费？没有木柴，难道让我们生吃吗？这是燕雌美女刺猬，这玩意儿不是城南废品厂的垃圾吗？我的天，它居然能当炭火用，而且这温度怎么这么稳，一点都不烤人。客官，这是我们林记特制的牛油麻辣底料，请慢用。好香，可是菜呢？光给一锅汤，让我们喝汤吗？二公子莫急，菜来了。这是金角牛的极品雪花肉，这是被百叶兽的千层肚。二公子，您可以拿起筷子，夹起一片肉，在滚烫的汤锅里上下涮动7下。涮7下，这肉就能熟？7上8下是火锅的灵魂，您试试便知。1、2、3、7。这也太好吃了！伙计，再给我来10盘这种雪花肉，还有那个千层肚，全给我端上来！伙计，教教我怎么涮！快，把肉端上来，老子要自己动手！大姐，绝了，真的绝了！前面的客人吃疯了，切肉的速度都快跟不上了。切肉不需要技巧，只要够薄就行。传令下去，让外围30家分店同时启动火锅模式，外卖停止，全部改为出售火锅底料和生鲜食材包，让客人们买回家自己煮。是。你们这群饭桶，谁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林记的店还在开？他们不仅没关门，生意反而比昨天好了1倍。他们的木柴是从哪里来的？大长老，他们根本没用木柴。没用木柴？难道他们用灵力硬生生把水烧开的？不是，他们用的是城南废品厂没人要的那种红刺猬。林夏弄出了一种叫火锅的吃法，把睡觉的刺猬放在桌上当炉子，让客人自己把生肉放在锅里煮。现在满城在疯狂追捧这种吃法，甚至有人出高价去废品厂收购那种刺猬，但早就被林记买绝了。自己煮熟生肉，那些贵族也愿意自己动手？愿意，而且吃得不亦乐乎。大长老，咱们切断木柴的计划彻底失败了。我祭祀家族垄断高端木柴几百年，自以为掐住了所有酒楼的命脉，结果那个野丫头竟然用废品厂的垃圾刺猬和一口铜锅，直接掀翻了整个皇城的餐饮规矩。好一个林夏！既然切断木柴没用，那就跟他正面打。他能做火锅，我们最顶次家族玉琮和秘方难道还做不出一口锅？传我的令，召集家族所有特级大厨，连夜破解他的火锅底料配方。明天我要在林记整店对面开一家最大的皇家火锅楼，不仅要味道比他好，还要用最高级的陵墓和最奢华的食材，把他的客源全部抢过来。是，林记有的我们都有，林记没有的顶级食材我们也有。开业前3天，全场菜品1折供应。1折供应？祭祀家族这是疯了吗？大姐，他们不仅抄袭咱们的铜锅，还雇了上百个特级大厨熬底料。听说他们用的全是100年年份的灵草和高级妖兽肉，1折卖，这根本就是在赔本赚招吗啊！这叫资本的价格战，仗着财大气粗，想用低于成本价的策略把我们耗死。等我们关门了，他们再把价格涨回天上去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也跟着没他们厚啊！这夜咱们的底子没打1折，不出3天，30家分店全得破产。降价是最愚蠢的竞争。黑虎，你觉得那些去对面排队的人，真的是因为觉得他们家的火锅比我们好吃吗？肯定是为了便宜啊！没错。但在高端餐饮里，味道和价格从来都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标准。既然他们想拼，那我们就给他们上一课，什么叫做现代超高级情绪价值服务。传令30家分店，从今天起，林记不再卖火锅。不卖火锅？大姐，你这是要认输？不，我们卖服务，把排队区扩大1倍，摆上瓜子茶水，把后院那些干净听话的灵猫小香猪全都抱出来，设立免费撸猫区，再挑几个手巧的女伙计，在门口设立免费美甲台。撸猫美甲，这跟吃饭有什么关系？你按我说的做就是了。不仅如此，告诉所有伙计，只要客人进门，必须90度鞠躬，笑容要甜。客人要是皱一下眉头，就是我们的失职。另外，如果客人在店里过生日，让这群鸟举着闪光牌子，围着桌子给客人唱生日歌。大姐，送生火！夫人，您
您好，对面排队辛苦了，不如来我们临近的休息区坐坐，我们这里提供免费的花茶和点心。免费的？我可不去你们家吃饭，嫌贵。没关系的，夫人，就算不吃饭，你也可以来休息。我平时在家里哪有这种待遇？每天在深宅大院里勾心斗角，身心俱疲。这也太有面子了吧！在服务业落后的异界，哪有人体验过这种上帝级的待遇？什么百年底料，在情绪价值面前，统统看一批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咱们一折卖肉，为什么人都跑到对面去了？掌柜，对面不仅有猫摸，还能免费涂指甲。客人们说，在临近吃饭吃的是尊严，在咱们这排队像是在讨饭，气杀我也！这群平时脾气暴躁的小家伙，只要睡着了，就是最完美的生物地暖。有你们在，真好。皇城的这场商战，结局已定。掌柜的，成都预制菜工坊说，今天的800份麻辣干锅已经全部车完毕。大总管，皇家魔芋卷的单送到了，他们要求的外卖份额翻1倍。稳住！通知所有的黄马甲、胖头雁中转站，加派30只鸟去学院区。预制菜工坊那边，让切菜的锤二叔徒弟们分成3班倒，绝不能断货。黑大总管，林老板呢？宫里的人可已经在路上等半天了。大姐在顶楼看账本呢，谁也别去打扰。宫里的人，让他们等着。现在整个帝国的胃都捏在大姐手里，就是皇帝来了也得排队。这4大产业彻底撑起了我的商业帝国。至于祭祀家族，连祖宅都抵押给我当仓库了。进来。林大老板，恭喜恭喜呀！陛下昨日品尝了您送进宫的特级灵兽佛跳墙，赞不绝口，直呼这是古往今来第一珍馐。陛下客气了。陛下今日特下圣旨，临济餐饮造福万民，特赐临下食神侯爵位，世袭罔替。这块御赐牌匾还请侯爷收下。替我谢过陛下。黑虎，带公公下去喝茶，包个大红包。这群从废品厂黑日里捡漏回来的残次品，那个因为乱喷火被嫌弃的胖熊，那个多动症发作乱切东西的兔子，那个销户粮的透明果冻，那个只会哭泣的傻水豚，还有最开始在破庙里为我找来第1桶金的秃毛狐狸。没有你们，就没有今天的食神侯。黑虎，在，大姐有何吩咐？去把最高级的食材全拿出来。今天不看账本了，给大厨们上最顶级的小鱼干儿。好嘞！